好，上一个视频呢，我已经说了这个底层的概念，这个只有即兴的时候，只有你的和弦是数字的，你才是自由的，真正自由的。那你为了要达到这个自由，你的练习的量啊，要加12倍，整整12倍，比那些直接从英文入手的人相比来说，人家比如说啊，一些老师他教，比如说叫 C 啊，他教你的 C 啊 CM 这样啊，比如说有些人只是学和弦啊，马上就上来就是英文和弦 C D E F G A B， 是不是啊？啊，然后再加个 M， 我把 C D E F G A B， 然后这些 M 大小穷小，然后加一些升降号的升 C 什么的啊，是不是啊？黑键加上去，我这边呢24个基础的和弦，24个基础的和弦。好，你会了，然后你就觉得自己和弦都会了。这个同学就是你这根本就是怎么说呢？你是对我们叫什么？你叫速成，你确实是速成了，可是你就这辈子可能就被锁在这个里面出不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一方面你觉得自己已经会了，因为你觉得自己已经会，就是和弦你都会了呀，是不是啊？这些大小的和弦，那当然就七和弦那些什么就咱们先不说啊，先不说啊，你就觉得自己已经会了，知道吧？其实呢，门槛没迈进去，你就是门都没踏进去，就这么说。而一开始，那么为什么我说12倍练习呢？其实我们说你要达到真自由，那么就是你的旋律 so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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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 re do re mi。假设我这个1级和弦，这个4级和弦，为什么说12倍呢？因为它这首歌有可能是 C 调的，有可能是 D 调的，有可能是 E 调的，有可能是什么调的，对不对？有12个不同的调，对吧？在这个12个不同的调上面，我在练习的时候，我们真正在练习的时候要练什么？哆咪嗦发拉哆。注意看 ，C 调哆咪嗦，4级发拉哆，脑子要练的这个。那么你 C 调练会了，哆咪嗦，我们不管它的和弦是这个英文字母叫代表是什么，是 C 或者是什么，不用管那些东西，我们是 C 调的哆咪嗦 ，C 调的法拉哆。是不是 C 调？C 调我会了，C 调会了，你只是 C 调会了，你同时还要练什么？你开始要练 D 调，D 调的1级跟4级，D 调的哆咪嗦在哪里？D 调的法拉多在哪里？所以我们再弹这首歌。是不是 D 调的1级？So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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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 1级，是 D 调的4级，Re do re mi D 调的4级。所以我低调也要重新再练一遍。那么整个12个调的我的和弦是不是每个位置都不同啊？E 调的和弦，E 调练E 调的哆咪嗦，E 调的法拉哆，so do do， 我是不是要练 E 调的？那么也就是说，同样的一个和弦，我们是从练这个数字开始的，而且练数字我们要练 C 调的数字哆咪嗦，练 D 调的哆咪嗦，练 E 调的哆咪嗦。OK， 你这样练，那么别人练一个1级和弦，练一个 C 只要一个 C， 但是你要练的是12个调的哆咪嗦。从一开始入门，你的练习的量要比他们大得多。那人家来来去去，不管是什么调，他只要是这边写这个 C 的和弦，是不是啊？假设说，就是那别人在看谱子的时候，他这边上面就标着这些东西啊。他 C 和弦不管是什么调啊，都等于 X 啊，不管是什么调，乱七八糟12个调。你只要是会一个 C 和弦，我只要位置按下去就好了。哆咪嗦 C 的位置在这儿，哎，你会了，你就觉得自己会了。但是你弹这个 C 的时候，你脑子里反应都想不出来，这个音符是什么，你都想不出来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果 C 的话，如果是都等于 C， 那个是 C 是哆咪嗦这3个音吧？那 C 如果这个歌是 F 调的话，我们这个曲谱上面又出现了个 C 和弦，那这首歌是 F 调的，这个 C 就不是哆咪嗦了，它是手西瑞。那么在这边就是哆咪嗦跟手西瑞有本质不同啊，是不是啊？在即兴里面会牵涉到我们的大脑的脑回路思考的问题。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那如果是英文和弦，你就省去了这个思考的过程，你永远是 C， 是不是？
你觉得自己会了吗？那就是永远进入那种半懂一知半解的一个世界里面去了，明白吧？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知道，你一定要知道，就是说前面一开始我们在做即兴伴奏的时候，必须是数字的和弦，因此我们所有的练习都要基于这个数字的系统。那比如说我要练怎么练呢？最基础的我要练 C 调，那 C 调我要练7个和弦，练哆咪嗦，练 C 调的瑞发拉，咪嗦西，发拉哆，嗦西瑞，然后拉哆咪，西瑞发。那么7个和弦我都要练熟。而且我在练熟的时候，我脑子里必须是边弹边唱，我要知道这个，我脑子里不是想着它是 C 或者这是 DM， 不是想这个，永远想着这是 C 调的 C 调的发 C 调的拉，永远建立这个手调的概念，就这么说啊，非常重要。除此之外，你练这个基础的和弦，那 C 调练完了这些基础，那还要练 D 调，你知道吧？除了 D 调之外，你还要老老实实练 E 调。那么 E 调总共12个调，全部都要练完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啊，在提醒有一些人总觉得自己会啊，就是很多人啊，现在因为网络的时代嘛，对不对？你视频看了很多，然后一看就会了，一看就是大师了。我告诉你，从这个，比如说你是 C 调的哆咪 ，C 调如果没有接触音乐的 C 调这7个和弦，你来回走，从你来回走这个基础的练习，注释分解什么的，从你来回练了基本功，到考验你真实上了战场，你完全能够适应所有的 C 调的歌曲，那个时候，然后给你一个数字的和弦标准，那个时候你才真会。从你脑子里面觉得自己会，到实际上手上能弹出来，到在战场上，到那个现场，在很大的压力下面，你能够弹正确，而且准时的弹出来，那个才是真会。这里面的过程，这里面的时间需要相当长。就是所以劝一些人，就是我们看网络的碎片看多了，就是打破这个梦，不要少做梦，就是多练习，好吧？那么你觉得这个就结束了吗？是吧？远远不是，我跟你讲。那么到了基础和弦之后，我们还要练和弦的转位。那么和弦它不是个哆咪嗦啊，它有咪嗦哆一个转位，它有手哆咪这个转位。你必须 C 调的一个和弦，你觉得自己会了，你就会了吗？不是，你还要练这个转位，1、2，哆咪嗦，咪嗦哆，手哆咪，是不是？然后2级和弦，同样2级和弦也要练，瑞发拉，发拉瑞，拉瑞发。咪嗦西，嗦西咪，西咪嗦，拉咪哆咪拉咪拉哆，西瑞发瑞发西，西瑞发瑞发西发西瑞。你这些的把位啊，换句说，这是一个形状嘛，对不对？每一个和弦都有一个形状，这个其实就是 voicing 一个把位。你对12个调的7个级数的7级，是不是？每一级每一个转位，每一个把位你都要很熟，以及从你这个熟啊，就是你要对着节拍器练到一定的速度，然后呢，除此之外你还要接受现实的考验。那么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基础的和弦。那么这次我就给大家灌输一下，就是讲到这儿了啊，基础的和弦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一些努力的人，真正努力的人，真正或者说你有毅力的人，有决心的人，应该马上给自己定下一个时间表，就练习的时间表。什么？那这节课我要练 C 调，不是 C 调的，我要练1级和弦、2级和弦，圈起来。OK， 我1级和弦的我要练原位，1转、2转。那么我现在练基本功，练分解啊，比如说我现在是瞬间分解，哆咪嗦，我就练个哆咪嗦3连音的分解啊，就是哆咪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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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我今天练习计划我打勾，我今天几月几号我已经练完这个了。好，明天第2天，那我要练3级、4级，然后再打勾。我赶紧珍惜你的时间，珍惜你的生命啊，就是开始去发疯的练习。这个如果有谁能这样做，我就觉得，哎，你真的是上道了，你是一个真正要进入这个即兴世界，最后能获得自由的人。你获得自由，你要获得自由，
你就要知道付出代价，付出每一个代价，付出每一个和弦去熟悉它的代价，这个是最最基础的。我们还没有涉及到这个脑子里面一些组合的东西，是不是？那么这节课我就讲到这儿。首先讲了你要即兴要自由，首先它必须是一个什么数字的和弦。第二，数字的和弦你练习的时候那个量有多大，以及你要下决心开始练的时候，聪明的人应该听完这个你就可以自己开始做计划了。你做计划，你练了 C 调你就熟了一个 C 调，你练了 D 调你就熟了一个 D 调。那么等老师来讲其他的东西的时候，那你是不是就上手就很快？明白吗？珍惜你的生命啊！好，祝你们成功啊，祝你们开窍啊！好的，今天先讲到这儿。